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有没有想过抑郁和懒惰之间的区别？二者有很多共同点，这两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缺乏生产效率和无法应对生活中的挑战。一个人在辛苦工作一天后感到沮丧，回家后可能只想在床上躺一整天，但是这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会让你变懒吗？或者不止懒下来？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我们应该知道的懒惰和抑郁之间的区别。一、时长，是否整天都感到极度悲伤和昏昏欲睡，还是这种情况只会偶尔发生？抑郁症是一种长时间持续的悲伤、绝望和空虚的感觉。当沮丧的时候，感觉没有什么能让自己快乐起来，无论什么尝试，无论对自己是好是坏，都不愿意去做任何事。懒惰就有点不同了，不像抑郁症，懒惰不是心理障碍，只是短暂的状态，时不时的犯困，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常见，那只是身体需要从压力或睡眠不足中恢复过来的表现。但懒惰通常经过一夜的休息或片刻放松后，身体就会再次感到神清气爽，并能恢复正常，开始工作。二、掌控感，有没有觉得新的奖励可以改变自己完成任务的动力？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，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工作或努力做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，太过分了。他们努力寻找内在能量来采取行动，经常认为自己不配得到更好的东西，一切都是无望的，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。而懒惰的人通常只是缺乏动力去做别人期望他们做的事情，原因有很多，也许不喜欢自己的老板，在工作中没有成就感，或者有太多的事情要做。但是，一旦把一个懒惰的人放在合适的环境中，他们会感到更有动力去工作。对于患有抑郁症的人来说，他们的心理官能使他们对大多数事情感到漠不关心，让他们更难走出困境，通常需要专业干预才能让他们走出来。三、化学失衡，和懒惰的人相比，抑郁症患者的大脑明显更不同。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，有抑郁史的参与者海马体比没有抑郁史的参与者小 9% 到 13%， 这意味着更少的血清素受体或调节情绪的化学物质。这也可能与压力有关，压力是抑郁的一个主要因素，会减缓他们海马体中新神经元的生成。然而，感觉懒惰的人没有抑郁的人有那么多主要的大脑变化，虽然可能有相同的症状，但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部分大脑造成的心理障碍，如杏仁核丘脑和海马体的关联不同，导致一个人有了抑郁的心理状态。四、过度担心，发现自己有自我挫败的想法吗？而且有持续的反刍思维。反刍思维就是持续关注负面情绪，这是抑郁症的常见症状。反刍思维也会迫使人们孤立自己，这可能会恶化患者的抑郁情绪。反刍思维的人往往是完美主义者，高估了与他人的关系，即使这不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。懒惰的人通常不会陷入反刍思维或批判性思维，也不会担心过去发生的事情，但可能会担心由于缺乏行动而给未来带来的后果。五、抑郁会影响身体健康。众所周知，抑郁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状态，还会影响身体健康和幸福感。比如，抑郁的人更有可能难以集中注意力，大脑的重新连接会使人失去记忆，尤其是老年人。失眠、血管收缩、疲劳和免疫系统衰弱都是抑郁症的常见症状，它们会影响患者的整体健康。懒惰的人不太可能会有身体健康问题的影响。与抑郁症患者不同，他们有时会因为饮食选择不当而导致睡眠不足而感到疲劳，但懒惰对身体的影响并不像抑郁那么大。你有以上提到的迹象和症状吗？如果有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希望我们让大家了解了抑郁和懒惰之间的区别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点赞，并和认为可能会受益的人分享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